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雙劇爆火卻棄邀微博之夜，大眾被低調人設騙慘了。當別人在紅毯捲 C 位，趙麗穎已在正劇裡封神雙劇熱播，卻缺席所有晚會，每天苦練台詞4小時。她用行動證明，流量是毒藥，作品才是演員的護城河。這屆內娛最狠的凡爾賽，就是拒絕無意義的曝光戰，一開口就炸。去年1月，趙麗穎二封微博 Queen 女王發言，我為微博貢獻了，微博的熱度直接笑翻全場，熱搜霸榜到飛起。今年呢，小城大事1月開播，央視8套熱播，收視穩穩在線。另一部在人間豆瓣評分8分加，多重人格懸疑設定話題不斷，雙劇齊開，本該是他刷屏 C 位的黃金期，結果他集體缺席年底紅毯、微博之夜等活動，現場 C 位空蕩蕩，頂流們坐着，他卻在北京低調練台詞4小時每天，這波操作太扎心了。網友直呼，有作品的在搬磚，沒作品的擠破頭去晚會，C 位空着才是最真實的寫照。為什麼娛樂圈流量至上？為什麼有人敢主動下線？內娛這些年，紅毯晚會成了續命密碼，缺席就等於掉隊，風險拉滿。但趙麗穎偏偏反其道行，知情人士透露，她現在挑劇本只看角色有沒有骨頭，不管番位，重心從維持熱度轉向默演技。這戳中多少人內心的疲憊？當流量變成枷鎖，作品反而成副業，誰不想偶爾做回自己，而不是永遠當人設機器？豆瓣短評有人說，別人還在紅毯捲 C 位，趙麗穎已經在正劇裡封神了，她只是不想再捲無意義的熱鬧。雙引號，娛樂公眾號分析，平台算法推高了曝光及正義的邏輯，演員被迫刷臉，但真正長紅靠的還是作品質量。趙麗穎從古偶轉型現實主義這條路本來就孤獨，她缺席或許就是在賭作品說話比流量更持久。微博熱議另一條，流量是毒藥，戒不掉就毀了。穎寶這是提前戒毒，牛。雙引號，怎麼樣從 Queen 加冕到集體缺席，輿論是怎麼180度大轉彎的？去年微博之夜，她上台自嘲全場笑翻，熱搜爆。今年同期，楊冪為大片脫臼3次，趙麗穎在北京上課不進組，雙缺席，現場 C 位空着。白鹿走了3次紅毯，黃牛票跌破半價。轉折點就在那句刷屏金句：有作品的在搬磚，沒作品的在等風。一開始網友還惋惜女王怎麼不來，很快轉向懂了，她在用實力打臉流量明星。關鍵節點，小城大事收官，黃曉明淚灑研討會，趙麗穎缺席宣傳，輿論一度炸鍋，熱搜安排導藝很勤快，現在又裝啞巴。雙引號，但凡轉來的快，網友拍到他每天表演課4小時練台詞，輿論瞬間心疼加敬佩，忙着默演技呢，哪有空捲紅毯？雙引號，知乎討論區有人感慨，從去年實至名歸到今年他真的不在乎了，這輿論轉向速度比算法還快。雙引號，是什麼本質？是流量幻覺與演員覺醒的核心拉扯。說白了，核心爭議就是流量值不值得演員用命去換。趙麗穎用行動回答，當你已有足夠作品護城河，流量就從必需品變成可選項。她不是不在乎，而是重新定義在乎，不在乎短期熱搜排名，在乎長遠角色深度和個人狀態。基於已知信息推測，這波低調缺席很可能是故意降維，打擊別人捲曝光，他捲不可替代性。這屆內娛最狠的凡爾賽就是我雙劇熱播，但我就是不來給你站台。網友評論一針見血，趙麗穎，流量。對不起，我現在是靠作品續命，不是靠紅毯續命。雙引號。另一條更扎心，85花裡
有作品的都在搬磚，沒作品的擠破頭去晚會。C 位空着才是最真實的寫照。2. 這成績真爭氣呀！趙麗穎憑實力發聲，怎能不厲害？2026年剛開年，國產劇圈裡就迎來了一個不小的爆炸新聞。一部沒有大場面特效，沒有國際化簽約，甚至故事背景就發生在小縣城的電視劇，硬是衝破了流量包圍圈，拿下央視、貓眼、騰訊娛樂等多項月度冠軍，播放量累計超過12.32億。這個數字不僅嚇人，還讓很多行業內的人開始重新審視國產劇的競爭格局。這部劇的名字叫《小城大事》，主演是一直以穩紮穩打著稱的趙麗穎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一個在不少人眼裡不夠時髦的作品，怎麼就成了個大榜單的第一？是老百姓口味變了，還是行業規則被撬動了？有人說這是趙麗穎個人實力的勝利，也有人覺得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次觀眾審美回到生活本質的集體投票。但真相可能沒那麼簡單。這劇的走紅，既有戲內的故事性，也有戲外的時代感，甚至還帶着一些意外的必然。可是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？圍繞小城大事的爭議，從上線那天就沒斷過。站在一邊的是支持者，他們認為這部劇是近年少有的接地氣作品，故事不依賴大明星的流量特效，卻靠扎實的劇情和人物塑造，牢牢抓住了觀眾的心。反對者則不這麼看，他們質疑這種題材在如今短視頻橫行的時代很難持久，甚至有人斷言它只是靠粉絲集中刷數據才衝上榜單。更讓人玩味的是，這兩派的論據在網絡上都能找到不少證據。比如有網友曬出自己看劇的截圖，表示角色李秋萍活出了多數小城女性的堅韌與溫柔，但也有人用數據分析指出，該劇雖然播放量高，但評論區的活躍度與一些年輕化劇集相比差距不小。在這樣的拉鋸中，小城大事似乎成了一個值得反覆咀嚼的案例，它到底是民心所向，還是流量幻象？結論懸在半空。要弄清小城大事為什麼能紅，得從它的故事和幕後說起。這部劇講述的是在一個普普通通的沿海小城裡，女主李秋萍在生活、家庭、工作3方面遭遇的挑戰。沒有驚天陰謀，沒有跨國集團的陰影，卻充滿細節小鎮的集市味兒，社區大媽的嘮嗑聲，飯館裡的熱氣騰騰。這種撲面而來的生活感，和近年來一些懸浮劇形成了鮮明對比。製作團隊在選角上也頗為慎重，趙麗穎的加入不只是明星效應，更像是一次精準匹配。她的表演並不追求誇張的情緒爆發，而是用細微的表情變化把人物的喜怒哀樂壓在骨子裡。這種風格讓不少觀眾覺得她演的不是角色，而是現實裡就可能存在的某個人。老百姓的反饋也很真實，有觀眾在路邊小攤聊起這劇，說看完後想起了自己多年前的鄰居，有人甚至把劇裡的情節跟身邊的新聞聯繫起來，覺得劇本貼合了小城生活的不易與溫情。這些評價讓劇在互聯網上有了持久的生命力。就在外界覺得這部劇的熱度快要穩定下來時，一些行業數據引發了新的討論。播放量冠軍、熱度榜冠軍、影響力冠軍3個月度榜單的第一在同一部劇身上集中，這在近幾年並不多見。但與此同時，有聲音開始指出，這種3冠王在商業運作上意味着巨大的關注，也意味着巨大的壓力。有人分析，隨着熱度加持，劇組和平台的後續宣傳預算會大幅增加，甚至會給演員帶來更多被放大審視的鏡頭。有業內人士直言，這種流量集中可能是一把雙刃劍，一方面幫作品積累口碑，另一方面也讓它處於被挑刺的高風險狀態。趙麗穎雖然一向低調，但她的作品一旦這樣集中獲得冠軍，就不可避免會成為輿論的焦點。
反方的擔憂不止如此，還有人覺得這其實是平台算法與粉絲行為的共同結果。一旦這種機制被泛化，未來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算法冠軍，真正的創作質量反而被掩蓋。這種觀點並不討喜，但也給了觀眾一個提醒：高熱度不等於高質量，至少不能光靠榜單來判斷。然而，故事並沒有按一些人預想到的平穩收尾發展。熱度第二輪爆發有點像一場意外的反轉，原本一些觀眾好奇心淡了，輿論關注度下降，可就在大家以為流量會回落時，一篇關於劇中角色李秋平原型的深度報道衝上熱搜。報道披露，李秋平的形象並非完全虛構，而是參考了真實存在的小城女性故事，這讓不少觀眾重新投入討論。一些人感嘆這才是國產劇該有的擔當，能夠在娛樂化的外殼下刻畫社會群像，而另一些人則覺得原型概念被過度消費，是營銷手法的一部分。結果是，這場爭論再次推高了劇的熱度，連帶着播放量和影響力數據在短期內又出現了一個小高峰。這種反轉不僅讓小城大事擺脫了短期劇集常見的熱度衰落規律，還形成了新的輿論焦點：到底觀眾是被劇情打動，還是被原型故事煽動？官方沒有明確回應，但不同立場的觀眾已經各自佔據了主場。劇情和原型的雙重效應讓劇集的熱度持續到2月，但這次的討論氛圍明顯更複雜。表面看，輿論平息了，過多的攻擊性評論消失，大家更願意談劇情和角色的細節。然而在更深的層面，爭議其實在加劇，有部分人開始質疑其他競爭劇的榜單排名，覺得平台的推薦機制過於偏向已經出圈的作品。還有行業觀察者指出，一旦觀眾的熱情被原型綁架，後續製作在創作自由上可能受到限制，因為大家習慣了帶着真實背景去解讀虛構故事。更實際的障礙則來自市場。2月中旬，幾部帶有科幻特效的大製作劇接連上線，分流了不少關注度。小城大事的播放量增速出現明顯放緩。與此同時，圍繞生活流題材的制片人會議上，有人提出這種作品雖然容易獲得口碑，但在商業轉化上的潛力有限，投資回報率不如類型化更強的劇集。這些現實問題讓原本熱烈的討論被更多冷靜的算計替代。從某種角度看，小城大事的成功既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偶然在於它踩中了觀眾對真實生活的情感需求，必然在於這背後有趙麗穎穩定的表演和團隊細緻的制作。但話說回來，冠軍3個，播放量破10億，這樣的成績固然漂亮，可是不是意味着就能代表整個行業的方向？這值得打個問號。有人可能會說，這說明只要作品有溫度，就不怕沒有觀眾。但現實是，市場的風向並不總是跟着溫度走，更多時候是跟着流量跑。如果未來大家都去複製小城大事的模式，那麼10幾億播放量也會變得稀鬆平常。到那時，它的光彩還能保持嗎？這些疑問擺在那裡，答案只能交給時間。既然都說這是民心所向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觀眾已經正式跟懸浮劇說再見了？還是說，只要明星夠有號召力，哪怕是小城故事也能變成全國熱點？如果熱度榜的3冠王不能說明質量，那榜單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？你站在哪一邊？覺得它是國產劇的一線希望，還是認為它只是一次數據狂歡？歡迎說說你的看法。你怎麼看？是它格局打開了，還是內娛真的病了？